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幼师蝙蝠，我是蝙蝠云。野兽国影视线的蝙蝠侠，咱们虽然没有逐个讲，但基本上每个阶段的每个系列，咱都挑有代表性的聊了一下。这个系列的001就是 BVS 版的蝙蝠侠，这一晃就092了，同系列快100款产品了。今天聊的不是独立电影形象中的蝙蝠侠，是来自闪电侠电影里的迈克尔·基顿版蝙蝠侠形象。野兽国的包装咱们各种规格的都见过，这是属于偏向简装的那种。大开窗的设计除了一些授权信息之外，没有什么可谈的元素。背面也可以说是非常平庸的平面设计，切了3张官图，连这盒子都没装满，完又把正纸贴这儿了，到底他妈有什么执着？就即便有啥好美术，这正纸一贴都废一半，你更何况没啥好玩意儿。形象出处是2023年的闪电侠电影，也作为这部电影最大的情怀点，让1989年版电影的世界观得以延续，迈克尔·基顿版的蝙蝠侠形象也得以回归。电影拍的也能看出挺卖力气，但是多次的修改加以对这部电影剧情诸多的限制，以及早就千疮百孔的现有 DC 电影宇宙世界观，想凭借这一部电影做出点什么显然是不可能的。电影的失败也是情理之中，成功了才他妈奇怪。那今天讲的这个造型正是出自这一电影，你也很难讲这对于蝙蝠侠爱好者来说是幸运呢还是不幸。玩具的出品时间2023年，也就是和电影同年，也算是电影衍生玩具里最早一批发售的。以这个电影所造成的影响来讲，可以预见的后续也很难有许多的玩具作品出现。野兽国这个 DH 系列，它针对各种角色制作的定位上并不太明确。以蝙蝠侠为例，有纯胶的，有布衣的，有布胶双混的，咱都讲过。这个就属于是纯硬胶的。披风咱不算啊，蝙蝠侠的披风布置或者胶质不影响整个产品，它是布衣或者是胶衣呈现。作品的观感从咱们讲到的所有野兽国的玩具里来讲，属于最工整的了。最起码你肉眼可见的能看出来它是个人形，这次你甚至能一目了然的看出它做的是哪个造型来。实际上这种一眼的辨识度大半归功于它的头雕，咱姑且不提它像不像啊，至少它的特征和象征度是比较不错的。尤其是针对于演员面部肌肤的这个状态，迈克尔·基顿在演这部剧的时候年龄已经超过70岁了，再加上演员本人特征性的刀砍斧剁的法令纹和刀砍斧剁的肌理，在他年龄大了以后，皮肤松弛，但是褶子更深了，整个脸上像裂开的奶油面包一样，并且双侧面颊因为这个褶子的缘故有点不对称，加上这个挺老厚的大嘴唇子，不管他撅不撅嘴，看起来都像撅着一样，也在模具上有颗粒化的体现。实际上涂装相当一般，面部几乎没有渐变色，唇色呢也都是一色到底。不过这两个平涂色调的挺好，加上模具纹理的加入，就是让这东西它挺上镜。加上眼神深陷的小眼睛往上翻，你不管像不像，这个劲头是对的。实际这眼睛调色调的太蓝了，但是这意思对，能让你忽视它。像这类产品都是一眼上去先聚焦头雕，头雕对了，这个产品至少能解决50%以上的问题。这个作品它其实有野兽国通病性的问题，就是素体和体型调试的很不好。不过放这儿有可取之处，至少聚焦到上半身是如此。这个作品的构建基石明显可以感觉到，就是1989版蝙蝠侠和1992年版的蝙蝠侠两版的融合，也能感觉到导演创作不管是闪电侠还是蝙蝠侠战衣的想法，都是想制作出这种复古感。但是从电影上能看出来，明显用力过猛，两套战衣显得都非常廉价。蝙蝠侠这套不仅是质感廉价，它还不合身，尤其是战衣脖子的位置特别细，延伸到托下巴的位置又特别高，面部的开口又特别窄，人物一上战衣，尤其是定妆照阶段，脖子像卡在了半身不遂的那个康复架上。所以电影里迈克尔·基顿一般都是仰头站着，一旦平视，那脖子底下一下褶巴。野兽国这个它其实是按照一个正常直觉做了一定的修正，把这脖子稍微放了放，把脖托位置稍微往下降了降。另外一方面，野兽国体现的这个战衣，它肩膀位置稍微有点架，放别的作品可能是个拧巴像，放这个呢属于精准还原，这也很有意思啊。定妆照里基顿穿上这战衣有点柳肩，改电影里这战衣一上肩上有俩肿瘤，可能是在最后阶段给加了个垫肩，视觉效果上看这个战衣它就各种不合身。野兽国这个素体其实挺拧巴，
但是你一套用电影里这个元素啊，你别说舒服多了。当然了，只局限在上半身啊，下半身还是有问题。诸如说裤裆大了，两腿分得比较开，裆部完全没有线条的走势，腿部呢也显得比较僵硬，没有对应的肌肉线条，而且靴筒做的也有点过于粗了，显得不太自然。不过看相整体来讲，对于电影里那种粗糙的不合身感，这个作品还是抓到了一部分的。整体涂装那就是以面部为主，身上一共没几个上色位，整套战衣是个一色的黑，也没有做什么黑色的分色，就是个黑色的料色，顶上上了一层消光。不过所表现的质感尚可，塑料感也谈不上强。披风是个布制的披风，双沿直的铁丝儿，裁剪非常一般，甚至底下裁剪之后的线头都历历在目的。披风的材质跟原著也可以说是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这版蝙蝠侠它有个突出的特征，就是披风要包住肩膀头，这个显然是没有这样设计，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如果你强行去包它的话，也是包不上的。从整体造型的完成度来讲，这个作品相比它的前辈们是有提升的。延伸到关节设计，那产品还是稍显特别稚嫩，绝大部分的问题都以此产生。咱们还是先说优点，优点就是这个作品在切分关节的时候是有考量到这个作品的完整性，是有一些视觉位上的隐藏。藏的最好的就是胸前的这个，它依托胸前的纹路切分了胸关节，从侧面看都是严丝合缝的，做得非常好。腹部这个本来也能说非常好，但是它给做成了非常不好，切位和切位之间卡壳，想弯腰弯不下去，得先找角度放下去，然后才能弯腰。向上抬也是同样的问题，这边也是受限的，而且这个腰带它是完全没有固定，并且是偏松的，就是你在做任何动作的时候，甚至不用做动作，碰一碰它这腰带都跑，上下跑也就算了，左右也跑。胯部它是做了一个抽拉，轨道性质的抽拉，可以抬得更高，但是这个抽拉位特别肉。膝关节上的膝甲和腿部的腿甲这两个位置，它是想做到像原著一样扣合在一起的，不过稍显翻车，这两个位置目前是冲突的，导致这个腿不能拉到完全水平。脚踝是一个球关节，不管是前踏还是接地都有比较大的限制，不过藏的尚可，咱也就不多批评。这个前踏它轴在鞋面上，这个没有办法谈设计形象，切关节切糊涂了，可能是。手臂的关节依次是手腕球关节，藏的非常不好，尺寸也非常不合适。腕刺和护腕是一体的，这个位置没有做平转，并且腕刺做的太小了。手臂是一个常规的双关节，因为这一版蝙蝠侠他在站立的时候，尤其是定正罩的时候，他是把和腿甲顺应的这个像鳞片一样的护甲位露在前面的，所以在这样站立的时候，基本上可以挡住手臂的双关节，让它看起来更完整。所以这双关节穿不穿帮都可以用这个遮挡。这双关节切的确实是挺凑合的，肩部和二头之间带一个平转。肩膀的设计可以说是给我整恍惚了，它肩膀的里面是一个球形关节，这个球形关节的特点就是坑。坑在哪儿来？举个例子啊，如果你的人物想抬肩，只能抬这么多，这个时候你就要找你的球形关节轨道位在哪儿，在冲前，那你得调整让它朝上，好，拧到朝上，这个时候你的人物才能抬肩。再加上球关节的特性和肩膀和斜方肌位置的冲突，它才能勉强调到水平位置。那反之，我的手臂想展开，它是展不开的，你需要先把轨道蹭过来，调整过来，这个手臂才能展开。就是这么嵌套装关节的，我上回看见好像都得20年之前了。新千年之后还有沿用这种关节设计的，那好像都得是超像可动那个系列了，当然人现在也不用了啊。而且这个关节的内构也非常成问题，你就像胸前这个位置，它关节的装配口里头一定是有卡损位的，它这个完全没有，就是把关节槽位推到这个位置，完全没有阻尼的位置，之后上胶粘，只要你的胶过性了，它这个位置的稳定就结束了。对于肩关节和肩部连接器，它在活动的时候是在不断磨损的。你看，就像我在录节目的时候，它这块就一直在掉渣子，就紧着摆了，紧着掉着渣子，你看这块都磨出一圈渣子来了。而且这个肩的某个角度还会外露内部的关节孔轴，这个也显得太不现代了。野兽国系列的001就有这毛病，现在都92了，这个毛病还在，只是外边套了一层皮。
应该说半层啊，这块没挡住。再有针对关节的调试上，这个头雕和身体里头是一根长桩头，这桩头真是长桩头，做长了，就导致这个头在任何角度下它其实都是悬空位置的。你之所以感觉它不悬空，那是因为这披风太厚了。还有一个设计算是有想法，但是没做完。众所周知啊，不管是89蝙蝠侠还是92蝙蝠侠还是这一版蝙蝠侠，它的原始战衣、头盔和胸标都是一体的，它是为了可动给做成了分体，就是这样。因为这一版设计的缘故，所以说以还原为主的玩具，这个头雕都是不可动的。它从这个位置切让它可动，也是有点煞费苦心了。不过价值存疑，一方面是这样的姿势，它很难说是一个完整的动作，因为它穿帮了嘛，头雕都飘起来了，都飞了。另一方面，它做归位的时候，因为刚才咱说的桩头长了，所以归位只有一个角度，就是头雕得低的特别低。如果说非要这样做，解放一部分可能空间的话，这个桩头一是应该做短点，二是这个位置其实可以配个磁铁槽位，在最后归位的时候，咔，两块一卡，这块一严丝合缝，这个表现力也好啊，互动体验也好，一下就上来了。道具性的配件主要是89蝙蝠侠的情怀，你像飞轮版的蝙蝠镖、绳索版的蝙蝠镖，这一版的钩爪枪，都基本上是89版和92版的原形象，电影中的戏份也并不多。更何况野兽国做配件这个水平还是挺一般的，这个枪头也好，还有这枪身也好，都有点变形了。果然野兽国还是得有点野兽国味嘛。那最有价值的配件肯定还是这个，相当于是第2版披风。这一版蝙蝠侠的滑翔翼，这个镜头也算是这一部蝙蝠侠的记忆点之一，跟披风用了共同的工艺，顶上植了铁丝儿，这个也合理。电影里它跟披风就是一个东西嘛，披风展开了就是它，工艺也确实是相当统一，布料用的同一种布料，铁丝儿用的同一种铁丝儿，连线头都是同一种线头呢，适配尚可。不过因为这个塑体的各种问题，一个更需要造型的配件，对于这个产品来说显然是比较吃力的，而且没有配备对应的飞行支架，也让这个飞行造型没有办法更合理的实现。野兽国的闪电侠电影版迈克尔基顿蝙蝠侠，这是2023年的作品，这个作品是跟电影同年上的嘛，研发周期相对就比较短。作为这类先遣产品来讲，这个作品在造型的完成度上属于是尚可的。不过这并不是野兽国的一个翻身仗，很直白的角度来讲，就是从咱们第一款产品到今天将近100款产品，这个系列兜兜转转的打了一个圈，最后回到了原点。咱们评第一款作品的时候，就是产品的关节设计和塑体上都是比较失败的，但是它有一颗可以称得上是同时代里比较优秀的头雕和相对厚涂的水平，让它比较上镜，这一直是野兽国的优点。后来呢，头雕好这个点也给放弃了，就出现了很多咱们节目全盘否定的产品。这个作品只是把原来的这个所谓的优点捡回来了，而这个并不舒适的体态，也应该讲得益于电影里那个并不舒适、并不合身的战衣表现而已。而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的塑体设计、关节构建，乃至是一些工艺问题，快100款产品了，实际上是没有得到什么长足的解决的。这个产品在你动起来的时候，会发现它哪儿都是垮的，又屑松零碎的同时还很肉。确实是这个头雕上这个产品有了相对及格的视觉效果，但是这个产品它毕竟不是廉价美系，在它的价位上它还需要做得更好。好了，那针对这期的产品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各位收看，我是蝙蝠云，咱们下回见。